本宫乃大夏皇后云昭，今日本是本宫抚养了18年的女儿大婚之日，可谁能想到接亲的马车竟然被一个小乞丐拦住了。娘娘，这乞丐冲撞凤驾，死活不撒手。本公主大喜的日子，你这乞丐活腻了，竟敢在这儿挡路！行了，给点金银，将他打发走。是。娘娘您身子弱，小公主就先交由奴婢照顾吧。兰香，本宫明明记得这孩子刚出生时锁骨上有处胎记，怎么不见了？小公主打出生起，奴婢就寸步不离，从未见过什么胎记，那八成是出生时带的血污，娘娘是一时眼看错了。整整18年，本宫竟然信了她的鬼话。若真是血污，为何这个乞丐锁骨上会有和当年一模一样的莲花胎记？要是耽误了吉时，你们所有人都给本公主滚去边疆服疗禁！把这臭乞丐关进天牢，等大婚之后再慢慢收拾他。本宫平生性情温和，对谁都彬彬有礼，为何会生出这般刻薄的女儿？除非她……慢着，母后，你干嘛？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全城的达官显贵、平民百姓可都看着呢。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护着一个脏乞丐，是要让我丢尽脸面吗？够了！你也知道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当着全城百姓的面，你身为大夏长公主，非但没有半点皇室的悲悯宽厚，反而动辄打骂，言语刻薄。你还要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耍你的公主脾气到什么时候？好得很！您宁可要这个不知哪里来的脏东西，也不要我这个亲生女儿的面子。你就护着她去吧，本公主这就去跟父皇告状，看父皇怎么治这个冲撞皇家婚嫁的乞丐。孩子，别怕，已经没事了。你告诉本宫，你姓甚名谁，是从何处流落到京城的？娘娘，这孩子怪可怜的，看样子是个哑巴，也不知是谁家心狠的，竟把这么个有残缺的姑娘给扔了出来。本宫只觉得看到她这副模样，心疼的直发慌。嬷嬷，去传最好的衣冠到凤仪宫偏殿候着。是。娘娘，这姑娘怎么长得与您年轻时像了9成啊？启禀娘娘，此女后脑曾遭受过极重的钝器重击，颅内留有大块淤血，这才致她神志混沌，犹如3岁稚童。那她的嗓子呢？为何不能说话？她并非先天失聋失语，而是被人长期喂下了大剂量的烈性哑药，喉咙和嗓子已经彻底被毁了。娘娘，究竟是谁如此狠毒？莲花胎记，与我相似的容貌，还有18年前，嬷嬷，你觉得这世上会有如此巧合之事吗？孩子，你会写字吗？你若有话想告诉本宫，便写下来，好不好？娘娘，您慢点儿。找娘？你写的是找娘？你娘是谁？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吗？你快告诉本宫！娘娘，您顺顺气，别吓老奴啊！嬷嬷，本宫这心里好疼啊！看着她冲本宫傻笑，本宫这胸口几乎快要喘不上气了。皇后娘娘，皇后娘娘，陛下派人来催了，公主殿下的婚宴已经开席，文武百官都在等您过去呢，还请娘娘速速动身。知道了，本宫收拾一下，即刻便去。此事关系皇室血脉，不容马虎。娘娘，此事若是真的，那兰香她……你亲自去办，务必在婚宴结束前准备好。老奴明白，定不负娘娘所托。奶娘抚养我长大，也算我半个娘亲。今日我出嫁，自然要感谢奶娘的养育之恩。这位置理应你坐。
本宫抚养你18年，教你琴棋书画、为人处事，到头来竟连你一句感谢都没听过。怎么，这伺候人的卑贱奴才，反倒成了你半个娘亲，配坐在这大殿主位之上？这皇后娘娘怎么动了这么大怒气？大喜的日子，直接骂长公主尊重的人是卑贱奴才，这打的是长公主的脸啊！娘娘恕罪，奴婢这就……哟，母后还知道回来啊？我还以为母后现在正忙着在凤仪宫里眼巴巴的照顾那个路边捡来的臭乞丐呢。既然母后心思都在那乞丐身上，还来婚宴做什么？何必来扫大家的兴？你什么身份，敢这样跟我说话？父皇，母后她不知道发什么疯，今天可是女儿一辈子一次的大喜日子，她不疼也就罢了，竟然还要为了一个乞丐当众作践我。皇后，今天是瑶瑶的大喜之日，满朝文武都在，你身为一国之母，如此不顾大局，纠缠于一个乞丐，究竟为何？陛下息怒，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皇后娘娘这哪里是生气，分明是舍不得公主殿下出嫁，一时心里难受呢。公主殿下还小，只是闹闹孩子脾气，娘娘您大度，可千万别跟公主一般见识，没得伤了母女暖气啊。这大婚之日，皇后娘娘竟在大殿上对长公主的奶娘动手，这打的哪是奶娘，分明是长公主和陛下的脸面啊！奶娘，你怎么样？疼不疼？皇后，你这是干什么？今日是瑶瑶大喜的日子，已经在百官面前如此失态，成何体统？父皇，您看啊，母后她疯了，她分明就是不想让女儿顺顺利利成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殴打儿臣的恩人，这分明是在故意羞辱女儿，是要让天下人都看女儿的笑话。陛下息怒，都是奴婢的错，是奴婢身份卑贱，惹了娘娘不快。只要娘娘能消气，不再生公主殿下的气，就算把奴婢当场打死，又算得了什么？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既然你想替公主分忧，那本宫就成全你，多打几下。你疯了吗？我不过是敬重奶娘，对她稍微好了一些，你便要这般争风吃醋，简直是不可理喻。你打奶娘，就是在打我这个长公主的脸。在你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女儿？女儿？你真的是本宫的女儿吗？皇后，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娘娘，人带到了。18年前，本宫诞下瑶瑶，本宫记得清清楚楚。她出生时锁骨上明明有一朵莲花胎记。可自打当年兰香将孩子抱走抚养，当本宫再次见到孩子时，那胎记却不翼而飞。这18年来，本宫一直以为是一时眼花看错了，直到本宫遇见了这个流落街头的孩子。莲花胎记，那是……哼！陛下，诸位大人，多说无益。太医，端清水来。今天本宫就要在这大殿之上，当着陛下和文武百官的面，来一场滴血验亲。谁是本宫的亲生骨肉，一验便知。母后，您当真是老糊涂了。您该不会想说，这个脏兮兮、话都不会说的臭乞丐才是您的女儿吧？好啊，既然您非要在大婚之日作践我，那今天女儿就让您输得心服口服。朕的女儿，竟然是……怎么可能？娘娘，老奴一直盯着，确实容了。可是阿台姑娘锁骨上的胎记，老奴也是亲眼所见，绝无可能出错呀。本宫也绝不会认错那朵莲花，胎记是真的，这血也是本宫亲手滴下去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皇后娘娘今日真是不像话，为了一个路边捡来的脏闹长公主的婚宴，可不是嘛？这分明是鬼迷了心窍，平白让皇家丢尽了颜面。母后，您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吗？2滴血是相容的。您可真是老糊涂了，竟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臭乞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质疑我这个大夏的长公主。父皇，今日是女儿大喜的日子，却被母后当众这样羞辱。今日之事若传出宫去，女儿还有什么脸面见人？求父皇为女儿做主啊！简直是在胡闹！母后，女儿真是没想到，我在您心中竟然连一个路边捡来的乞丐都比不上。您竟然怀疑女儿，我真是太伤心了。嬷嬷，这丫头眼底有鬼，此事定另有蹊跷。方才验亲的器具，你可曾盯好？有没有人能靠近这瓷碗动手脚？娘娘，老奴一直用眼睛死死限着那瓷碗，一路走来眼睛没发誓，绝对不可能有人靠近动手脚。
孙嬷嬷跟了我20多年，对我忠心耿耿，绝不会说谎。若没人能在众目睽睽下动手脚，难道此事确是臣妾考虑不周，惊扰了陛下与诸位宾客？臣妾愿自罚1年俸禄，禁足宫中，以示惩戒。不行，母后无缘无故打了奶娘2巴掌，若不给个交代，今后这宫里岂不是人人都能作践她、欺负她了？我要你向奶娘赔罪！天哪，长公主莫非是疯了？竟要皇后娘娘向一个奴婢当众赔罪？哦，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将皇后的尊严往泥潭里踩啊！公主殿下，万万不可啊！奴婢不过是个身份低微的奴才，受些委屈不算什么，怎能让娘娘折阶？万万折煞奴婢了！奶娘，你就是性子太软，才会任人欺负。你瞧瞧，今日他敢在文武百官面前输你的掌，明日是不是就敢要了你的命？母后，您是一国之母，若是拉不下这个脸，觉得给一个下人赔罪有失您的皇后威严，那就用这个冲撞昏教的臭乞丐的命来替我奶娘出气。来人，给我把这乞丐拖出去，乱棍打死！母后，事到如今，滴血验亲，清清楚楚，你居然还要为了一个不知哪里来的野孩子，跟您的亲生女儿作对！娘娘，不就是赔罪吗？本宫认了。方才是本宫行事冲动，误伤了你，本宫向你赔罪。娘娘言重了，奴婢惶恐，万万不敢承受娘娘之礼。哼，既然母后宁愿放下皇后的尊严，也要保这脏东西，那儿自然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只是奉劝母后一句，别被某些居心叵测之人灌了迷魂汤，到时候人财两空，后悔都来不及。娘娘，今日婚宴闹成这样，长公主殿下和陛下那边都盯着呢。这孩子身份尴尬，可要老奴连夜将他送出宫去，暗中安置。不行，今日在大殿上，梦瑶那一副恨不得将他剥皮拆骨的模式你也瞧见了。送他出宫，没了本宫的庇护，等于直接把他推向死路。别怕，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从今以后，你便留在本宫身边，做个贴身侍女。本宫送你个名字，以后就叫阿台吧。娘娘，阿台这孩子虽然神志混沌，做事却当真是十分勤奋。娘娘，知道您胃不好，他都雷打不动，准时摆好。看着他这副模样，本宫这心里总觉得酸胀。瑶瑶从小就性子孤气，从来不黏本宫。每次本宫想亲近她，她却更爱和奶妈兰香待在一起。长公主殿下自小被兰香带大，心思确实是偏了些。嬷嬷，本宫最近竟越来越习惯她待在身边了。有时看着她，本宫甚至会恍惚地想，如果她真的是我的女儿，该有多好。茶这么烫，想烫死本公主吗？脏手竟然敢碰到本公主的裙子，信不信我剁了你的手？没事，你瞎晃悠什么？晦气东西，真是碍眼！够了，给本宫住手！母后，您为何处处偏袒她？明明我才是您的亲生女儿，把这来历不明的乞丐留在身边，早晚会出事。娘娘，长公主殿下这脾性，真是被宠坏了。对阿台姑娘的敌意也是一天比一天深。她心思不纯，本宫只怕这宫里平静不了多久了。哼，你这孩子倒是个心思细腻的。放肆！梦瑶，你这是做什么？我做什么？母后，您先睁大眼睛好好看看，这茶里到底是些什么？这茶水里有毒，茶水竟浮出了白沫。留在这凤仪宫里没安好心，你竟敢在茶里下毒，想要谋害我母后，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今日本公主定要替母后清理门户。娘娘，是砒霜！阿台，本宫待你不薄，为什么要下毒害我？母后，女儿早就跟您说过，这种来历不明的乞丐留在身边就是养虎为惠。您可怜给他吃穿，还让他做贴身侍女，可结果呢？
他非但不知道感恩，还想暗中谋害。如今人赃并获，你也该看清了吧？阿台，本宫对你太失望了。来人，将这个谋害母后的乞丐打入天牢，明日午时斩首示众。你想啊，娘娘每日的膳食、汤药都是阿台姑娘一手负责。她若是真藏了什么歹毒的心思，早就有千万般下毒的机会了，又何必等到今天，还用这般拙劣、人赃并获的法子落人口实？嬷嬷，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昨日下午，老奴去膳房替娘娘熬制温补的燕窝，无意间瞧见公主殿下宫里的奶娘兰香正躲在角落里和负责茶水的厨娘说话。兰香，她去你熬燕窝的膳房做什么？老奴当时隔得远，没能听清他们具体说了什么。可没一会儿，那兰香就慌慌张张地从膳房里钻了出来，一抬头瞧见老奴，那脸色吓得跟鬼一样，连个像样的招呼都没敢打，低着头就匆匆跑走了。老奴随后进了膳房，见那厨娘也是神色不对劲儿，她熬燕窝端药罐的时候，险些把整锅燕窝都给打翻在地上。老奴当时虽觉得蹊跷，却未曾深想，可如今出了下毒这档子事，娘娘是有蹊跷啊，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做局，想要陷害阿泰姑娘？本宫深夜唤你过来，想必你心里也清楚是因为何事，本宫也不与你多费口舌。你和兰香在膳房里说了什么，干了什么，现在都给本宫一五一十的吐出来。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奴婢只是个做粗活的，奴婢什么都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你知不知道谋害本宫、谋害当朝皇后，那是诛九族的死罪？本宫既然能连夜把你抓到这凤仪宫来，便是有了十足的把握。你若是再敢嘴硬，替你背后那主子顶罪，本宫保证你那家眷一个也活不了。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奴婢交代，奴婢全招了。是兰香嬷嬷。兰香嬷嬷说阿台姑娘今日会来取茶，叫奴婢提前将药粉抹在茶壶内壁，等滚烫的热水倒进去，药力自然会化开，任谁也看不出痕迹。还有呢？他还说让奴婢找机会把剩下的药包藏到阿台姑娘身上，到时候人赃并获，他就算长了100张嘴，也绝对说不清楚。哼，好一个人赃并获，从头到尾这就是为他量身设下的死局。娘娘明鉴，这都是兰香她逼奴婢干的，奴婢若是不按她说的做，奴婢便要性命不保啊！备车，立刻去天牢。本宫要把阿泰带回来。娘娘，您喝口水，您这心神不宁的。嬷嬷，本宫这心跳得越来越快，一路上总觉得要出大事。那兰香手段狠辣，为何偏偏要对阿台下如此死手？除非兰香已经认出阿台的身份了，要真是那样，那恶奴定会杀人灭口。阿台现在的处境将会无比危险。那个叫阿台的姑娘，她在哪儿？娘娘，她说。小乞丐，反正你明日就要死了，不如先让大爷们快活快活。小贱人，反正你明日午时就要被推去斩首了，不如乖乖听话，顺了哥几个的意思，你在牢里还能少受点皮肉之痛。住手！皇后娘娘，娘娘饶命！嬷嬷，快抱住他，别让他着凉。你们两个狗奴才，当真是好大的胆子！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啊！小人一时糊涂，小人也是一时糊涂啊！求娘娘开恩，小人再也不敢了。本宫懒得听你们废话。来人，将这两个狗东西拖下去，乱棍打死！皇后娘娘饶命！是兰香嬷嬷，对，是长公主身边的兰香嬷嬷。兰香二字。慢着，让他们说。是兰香嬷嬷，是她昨日暗中塞给小人200两银子，特意交代让我们在牢里好好收拾这个姑娘。她还说绝对不能让这哑巴姑娘活着走出天牢。娘娘，
小人们真的只是拿钱办事，主谋是他呀！娘娘，又是兰香，下毒、栽赃、买通狱卒灭口。他越是如此不择手段的想要杀人灭口，就越说明阿台的身上一定存着他和孟瑶承担不起的惊天隐情。公主尽管放宽心，昨夜的事情，老奴都已经办妥帖了。好，办得好。等那个碍眼的妇人彻底死绝了，你我母女，本公主便能永远高枕无忧了。好，好一个办得好！娘娘，您怎么？母后，你又在发什么疯？大清早来儿臣店里殴打我的奶母，真当儿臣是摆设吗？自己看吧。狗奴才，你好大的胆子，敢在本宫眼皮子底下干出这等龌龊勾当，暗中谋害本宫，还构陷阿塔。如今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说？娘娘饶命！老奴只是看那阿泰来历不明，担心他会蛊惑娘娘，一时鬼迷心窍，才做下这等错事啊！你当本宫是傻吗？凭你一介奴才，无权无势，就能在这后宫之中手眼通天，不仅能买通膳房，还能调动天牢狱卒灭口。说，究竟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无人指使，所有事情都是老奴一人所为。娘娘，这恶奴口口声声说无人指使，分明是宁愿自己独自承担死讯，也不肯供出幕后之人。能让他连死都不怕，也要死咬着秘密不放的，除非那个人比他自己的性命更重要。奶娘，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你竟然敢在母后的茶里下毒，还敢去天牢杀人灭口，你简直是大逆不道！瑶瑶，他是你宫里的人，伺候了你这么多年，可他如今却对武后下手，你说该怎么办呢？母后，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想好了再说。大胆奴才！本公主平日待你不薄，你竟敢谋害母后！若非母后查明真相，本公主还不知道要被你蒙在鼓里多久。公主，住口！母后，兰香所做的这些恶事，瑶瑶完全不知情啊，都是这个该死的奴才自作主张。这个恶奴竟敢借着本公主的名头在外胡作非为，甚至连母后都敢暗害，简直是罪该万死，绝不能留。儿臣绝不会徇私枉法，我这就启禀父皇，定要将这恶奴千刀万剐。谋害皇后，栽赃无辜，这后宫之中竟有如此包天胆大之徒！如此恶奴留着还有何用？给朕拖下去，活活乱棍打死！公主殿下，救救奴婢！公主殿下！狼心狗肺的恶奴，别来沾边！兰香是你宫里的人，平日里若非你骄纵放任，她怎敢犯下如此滔天大罪？从今日起，你在宫中禁足1个月，给朕闭门思过，无诏不得出殿1步。儿臣领旨，谢父皇宽典。娘娘放心，阿泰姑娘脉象已经平稳，方才喝下去的药也起了效，暂时没有性命之忧。知道了，你且退立一旁。娘娘，这胎记红莲盛放，与当年您画出的小公主锁骨上的胎记，当真是分毫不差呀！而且阿台姑娘这眉眼，越看越像您年轻的时候，简直如出一辙。本宫是她的亲生母亲，这胎记，本宫是死也不会认错的。可婚宴那日，在全朝文武百官的面，本宫与孟瑶滴血验亲的结果，
也是本宫亲眼所见，两滴血切切实实融在一起了。难道这世上真会有如此荒谬的巧合？老奴也觉得蹊跷，这世间万物再像也不可能像到如此地步。太医，给本宫再取一只干净的瓷碗和清水来。臣遵旨，这便准备。娘娘，你没事吧？你先退下！今日在这店里看到的一切，若敢露出半个字，本宫灭你九族！臣什么都没看见，臣告退，臣告退！怎么可能？嬷嬷，你告诉本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娘娘，老奴也糊涂了。长公主殿下的血能与您相容，阿台姑娘的血竟然也能相容。可这世上，你明明只有一个孩子啊！本宫怀胎10月，只生下了一个女儿。若是阿提与本宫血脉相融，那梦瑶就绝对是假的。可是婚宴那日，滴血验亲的结果是所有人亲眼看见的。此碗是太姬当众取来的，梦瑶也的确是当着本宫的面割破指尖，将她的血滴入碗中。她根本没有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作假。若想在谢里动身死，就只能在验亲之前，在那些器具和水上动手脚。本宫问你，婚宴那日滴血验亲，从取碗盛水，再到端上大殿，全程你都死死盯着，对吗？正是，事关娘娘的名声和皇室血脉，老奴片刻也不敢松懈。那中途到底有没有人靠近过那只瓷碗，或者有没有人有机会调换过里面的任何东西？绝对没有！娘娘吩咐老奴亲自准备，老奴一路上是抱在怀里走过去的。从备好物件到送入大殿，老奴一直寸步不离地守在旁边，连那碗里的清水也是老奴盯着他们从宫颈里打下来的。若真有人动过手脚，绝对瞒不过老奴的眼睛。你办事向来稳妥，绝不会出错。可若真无人能在那碗水里作假，梦瑶非我骨肉，她的血又怎会与我的融在一起？难道是这样？嬷嬷，你既然敢以性命担保，中途绝对无人能靠近那瓷碗，那唯一可能有问题的是水。传太医，快传太医！娘娘，不知唤微臣进来有何吩咐？本宫问你，滴血验亲之法，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手段，能在暗中提前做手脚，让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之人的血也在水中相融？回娘娘，若说旁门左道，臣倒还真听过一种法子。若提前在水中加入少许明矾，此物便能使血液更快凝结。如此一来，即便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血滴进去也能彻底相融在一起。原来是这样。嬷嬷，婚宴当日，那碗水的确是从宫里的水井中打出来的。你在路上死死守着此碗，自然没人敢当着你的面动手脚。可若那明矾早已被人提前大肆投入了井水之中，他们便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当众作弊。娘娘，这手段简直是卑劣至极，防不胜防啊！阿泰，娘娘，我看阿泰的姑娘似乎好转了，可否让微臣查看一二？准了，若当真好转，重重有赏。阿泰不要怕，让太医给你看看，我就在旁边。奇怪，当真奇怪。阿泰姑娘后脑原本积着一块顽固的淤血，常年压迫神智，才痴于梦动。可昨夜她后脑再次撞击石墙，竟将那块淤血撞开了。如今阿泰姑娘的神智已经开始恢复，过些时日，或许还能想起从前的往事。太好了，当真是上天庇佑。晚些找孙嬷嬷带你去领赏，还有今天的事，你最好烂在肚子里。多谢娘娘，臣定当保守秘密。嬷嬷，平退左右，把店里伺候的工人全部打发出去。你亲自守在店门外，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进来。老奴遵旨。孩子，是不是我的女儿？
我的玉佩，这真的是本宫的玉佩，这是我当时放在襁褓里的玉佩呀！阿台，你就是本宫的亲生女儿啊！是娘不好，娘竟然是个睁眼瞎，把一个杀千刀的冒牌货捧在掌心，宠了整整18年。是娘不好，娘对不起你，娘对不起你呀！孩子，你放心，母亲在这大殿上向你保证，往后母亲绝不会再让你白白受一丁点的委屈。当年那些狸猫换太子，将你害成这般模样的阴险屌人，无论是谁，本宫一个也不会放过。本宫要让他们100倍、1000倍的偿还。娘娘，您怀疑的极是，若长公主若那梦瑶当真是个冒牌货，这深宫之中唯一有机会能在您产后虚弱时动手调换孩子的，便只有当年一直贴身伺候、深得您信任的兰香了。不错，这贱奴定是在这屋里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给本宫掘地3尺的搜。娘娘，找到了，这墙砖后面藏着东西。陈拐子，20年前京城最大的人牙子。陈拐子，老奴听过此人。当年朝廷严查人口买卖，这恶贼便卷了钱财城外，自此销声匿迹。没想到兰香当年竟是把真公主卖给了他，立刻派本宫手下最得力的暗卫出京，不惜一切代价，就算是把地皮翻过来，也必须给本宫把这个陈拐子揪出来。陛下，臣妾近日因宫中连番变故，心神不宁，夜夜梦见太后身体抱怨。臣妾想带着随从亲自去一趟城外的皇寺，为太后烧香祈福，尽一尽臣妾做儿媳的孝道。皇后有心了，去吧，多带些侍卫，路上注意安全。臣妾遵旨，谢陛下恩准。哎呦，君爷饶命！君爷饶命啊！草民就是个种地的，你们抓我干什么？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画上的这个女人，你认识她吗？不认识，草民从没见过这个女人。贵人真的找错人了。她已经死了，你想现在下去跟她叙旧吗？想好了再说。饶命啊！贵人饶命啊！草民说，草民什么都说。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18年前，那个叫兰香的宫女私下找到草民，当时她怀里还抱着个刚满月的女婴，她给了草民整整500两银票，指名道姓要草民把这孩子送得越远越好，最好这辈子都别再让她回京城。这该死的恶奴，500两，他竟然拿娘娘的昂次去买小公主的命。本宫问你，那个孩子有什么特征？有特征，草民记得清清楚楚。那女婴的锁骨上长着一朵莲花状的红色胎记，草民从未见过那般罕见精巧的胎记，绝不会记错。兰香，好得很啊！天杀的兰香啊！兰香可曾说过，这孩子到底是从何处而来的？没有，他什么都没说，他给完钱就走了。那孩子也是命硬，一路上连奶水都没有，硬是靠着草民喂米粥给吊着一口气喂活了。后来草民把他送去个大户人家做侍女，至于之后的事情，草民是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求贵人饶命啊！18年，本宫竟然被那贱徒骗了整整18年。那个生父无名的冒牌货顶替着我女儿的位置，在深宫里享尽荣华富贵，可我真正的亲生骨肉却受尽折磨。是他，莲花胎记和当时的女娃一模一样。阿台，别怕，你看着他，当年是不是他把你带走的？没事了，阿台别怕，母后在呢，母后在这儿，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伤害你了。嬷嬷，你先带阿台下去，别让他在这儿受了阿扎气的刺激。老奴遵旨。她是本宫的女儿，
是大夏尊贵无比的嫡长公主，18年，整整10恶贼，你好大的胆子！饶命，娘娘饶命啊！草民当年真的只是拿钱办事，根本不知道她是小公主啊，与草民无关啊！带回去，交给刑部严审。是。娘娘拿到了陈拐子的口供，咱们这趟总算没有白来。等回了宫，看那冒牌子还怎么狡辩。本宫被骗了整整18年，让我女儿在外受苦18年。这次，本宫定要让那贼子血债血偿。有刺客，快保护皇后娘娘！娘娘，这些人招招致命，连一句话都不说，根本不像是劫财的山匪啊！他们当然不是山匪，他们是来灭口的。杀了他们！主人说了，只要拿下这2个女人的项上人头，后半辈子就荣华富贵、衣食无忧了。阿泰！援军到了，御林军在此，刺客一个也别放过！你为什么这么傻？你为什么要想去替本宫挡刀啊？阿台，你跟娘说说话呀！回宫，传本宫口谕，让太医院所有的太医都在凤仪宫等候，立刻回宫，快啊！娘娘，这是出什么事了？用最好的药救他！他若是有半点闪失，本宫为你们太医院试问，要你们通通陪葬！臣领旨，臣这就组织所有人全力诊治，快把阿提姑娘抬进去！娘娘，太医说了，那一刀万幸离心脉还差了半寸，总算是把阿太姑娘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您已经守了3天3夜了，去歇息一会儿吧。再熬下去，您的身子要垮了呀！本宫怎么睡得着？本宫好不容易才将她寻回来，还没来得及好好补偿她，再次失去她的打击，本宫承受不起，也绝不能承受。菩萨保佑，只要阿太能够平安无事，信女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要了本宫这条命，本宫也毫无怨言。阿台，你醒了就好，你终于醒了。以后千万不许再替娘挡刀，不许再做这样的傻事了。娘已经亏欠了你整整18年，再也承受不起失去你的痛苦了。启禀娘娘，刑部有要事禀告。嬷嬷，你在此守着阿台，本宫出去瞧瞧。老奴明白，娘娘放心去吧。娘娘，抓回来的那帮人嘴硬得很，到死都不肯吐露半个字，根本问不出幕后主使。娘娘，这帮人嘴这么严，显然是豢养多年的死士，能调动这等死士，又对您出宫的路线了如指掌的，在这宫里，除了那一位，还能有谁？不必再说了，幕后主使是谁，本宫心里有数。他越是急着想要我们母女的命，本宫就越要让他死无藏身之地。娘娘，今天是太后娘娘的寿宴，都准备妥当了，是时候让他们血债血偿了。嬷嬷，把那只钗拿出来吧，今天正是戴上它的最好时候。娘娘，这只9瓣莲花簪，您原想着等公主及笄时亲手给她戴上，谁知这一等就是18年啊！阿太，别怕，今天娘带你拿回属于你的一切。皇后娘娘驾到！这皇后娘娘身边怎么带了个野生的姑娘？那姑娘头上戴的，好似是……皇后，今日是哀家的寿宴，你身边这孩子是什么人？哀家怎么从未见过？母后，这是谁准他进来的？这
这里是皇祖母的寿宴，是皇家重地，可不是什么收留脏乞丐的菩萨善堂。区区一个下贱的乞丐，也敢穿着云锦，戴着金簪，与我们这些皇室宗亲同席共饮，简直是何等荒谬，何等不知廉耻！来人，把这个不知尊卑、冲撞皇祖母寿宴的贱人，立刻给本公主拖出去！是。本宫看谁敢动他！母后，你疯了吗？他不过是一个肮脏下贱的叫花子，他到底有什么资格能站在这大夏最尊贵的大殿里？哼，他比你有资格，而且他也不是什么乞丐。母后，你又在说胡话了。今日是皇祖母的寿宴，满朝文武都在看着呢。您竟然让一个来历不明的臭乞丐穿着公主的制式服制公然入席，母后如此行事，分明就是在故意羞辱皇祖母，是在对皇祖母不敬啊！母后，您在我大婚之日，为了她让我丢尽脸面也就罢了，儿台是您的女儿，儿台认了。可今日是皇祖母的80这个脏乞丐上殿，您这是要让皇祖母当众难看，让整个大夏皇家沦为天下人的笑柄吗？是啊，皇后娘娘这也太放肆了！今日是太后寿宴，简直是在胡闹。上次大闹长公主婚宴还不够，如今竟连太后娘娘的面子都不给了，何成体统啊！皇后，朕莫非太宽纵你了？在瑶瑶婚宴上胡闹也就罢了，朕不与你计较。今日是母后寿宴，已经还要带个乞丐来扰乱宫宴，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这般荒唐无耻之事，让朕的颜面何存？让大夏的颜面何存？陛下、母后，臣妾今日拼着降罪之险，带着孩子入殿，并非是要扰乱寿宴。臣妾是想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陛下和母后讲个故事，一个18年前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够了！皇祖母，您听听啊，今日可是您的寿宴，母后不送祝福也就罢了，却在殿上讲什么狸猫换太子这种晦气的故事，这分明是在当众诅咒皇室，诅咒大江山啊！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个胡言乱语、居心叵测的扫把星给本公主赶出去！放肆！皇祖母，瑶瑶只是担心这来历不明的人和故事会扰了您的寿宴雅兴。皇后，你继续说，哀家倒要听听这18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18年前，有位夫人怀胎10月，历经9死1生，终于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亲生女儿。那孩子生得极其可爱，在她的锁骨之上还天生带有一朵栩栩如生的莲花胎记。可谁能想到，那位夫人最信任的身边，却养着一个不怀好意、狼子野心的贴身侍女。那侍女不甘心自己的孩子生来低贵，一辈子做奴做婢，便趁着夫人刚刚生产、身体最虚弱的时候，把孩子进行了调换。她让自己的卑贱女儿顶替了真正的金枝玉叶，在皇宫里享尽了整整18年的荣华富贵，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那个原本尊贵无比、真正的金枝玉叶，却被那恶奴扔给人口贩子，沦为最下贱的乞丐，流落民间，受尽折磨与凌辱，险些惨死街头。整整18年，那个可怜的母亲，她的亲生女儿在外面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而她自己却被恶奴玩弄于股掌之下，整整18年都被蒙在鼓里，甚至还把仇人的女儿捧在掌心里宠上了天。皇后，你说的这个故事，这话里话外，你说的到底是谁？瑶瑶，你觉得母后讲的这个陈年旧事怎么样？母后讲的自然是精彩，可今日是皇祖母的80大寿，您说这些陈年旧事做什么？什么夫人，什么侍女的，女儿听不明白。啊！母后，你干什么？你弄疼我了，放手啊！这就疼了。她流落民间整整18年。被人打折了骨头，弄傻毒哑，丢在天牢里作践的时候，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你有没有想过，他疼不疼？父皇，救救儿臣！母后一定是被这个贱人蛊惑了。这贱人满口谎言，肯定是他为了攀附皇家，为了荣华富贵，才
编出这些荒谬的谎话来蒙蔽母后。父皇，你千万别信他！住口！你鸠占鹊巢，享受了整整18年的皇家荣华，事到如今，你竟然还要嘴硬吗？皇后，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鸠占鹊巢？陛下，母后，臣妾今日在此立誓，方才那故事里的夫人就是臣妾本宫，所有的一切全都是真的。18年前，有人趁着本宫产后虚弱，恶意调换了本宫和陛下的亲生骨肉。如今站在陛下面前的长公主孟瑶，根本就不是本宫的亲生女儿。父皇，母后疯了，她真的是疯了！她竟然为了一个叫花子，在皇祖母的寿宴上当众编造这种弥天大谎，她在说胡话呢！父皇，你要相信女儿啊！皇后，知不知道你究竟在胡说些什么？瑶瑶是大夏的长公主，她大婚那日，你与她可是当着朕与文武百官的面亲自滴血认过亲的，所有人可都是亲眼看见血以相容的。是啊，陛下说的极是，长公主大婚那日，老臣也在场。那滴血验亲结果不假，老臣看得一清二楚啊！父皇，母后就算是再不喜欢我，再偏心那个臭乞丐，也不能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用这般荒谬的借口来随意污蔑、作践女儿啊！既然你觉得本宫是在随意污蔑你，来吧，当着陛下和百官的面，再试一次。这老太婆怎么突然要重新验亲？难道她发现了闵凡的秘密？不，这不可能。水是现打上来的，她绝对没有机会动手脚。只要血相容，她今日就是诬陷。好，既然母后如此不信女儿，那女儿今日便当众自证清白。父皇，皇祖母，你们都看见了吧？女儿的血能与母后的血彻底相融，我就是大夏的长公主，我是母后的亲生女儿。母后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如今在这大殿上当着百官的面证据确凿，您还有什么话好说？哼，证据确凿，可你这个吃人的贼子怕是算漏了，方才这碗里原本流着的那滴血根本就不是本宫的。你说什么？皇后，那碗里的第一滴血究竟是谁的？回陛下，刚才提前滴入那瓷碗中的第一滴血，并非皇后娘娘的，而是老奴的血。老天爷，长公主殿下的血居然和一个伺候人的老嬷嬷融在了一起，这若非亲生，血怎么可能相融？真是奇了大怪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本公主是金枝玉叶，我的血怎么会和她一个卑贱老奴的血融在一起？你们串通好了，你们在陷害本公主！那日婚宴之上，本宫特意命孙嬷嬷全程看守器具，确认没有任何人能中途往碗里放东西。本宫便以为那验亲的结果绝无作假的可能，可后来本宫才算明白，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器具上，而在水。诸位有所不知，只要提前在清澈的水中加入少许明矾，血液便会迅速凝结。如此一来，即便是两个毫无血缘关系之人的血，也能在碗中相容无阻。大婚那日，太医盛装验亲的水来自宫中井水，你们根本不需要当着孙嬷嬷的面动手脚，只需在验亲之前提前命人把明矾大肆投入那井水之中，便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我们所有人都骗过去。来人，立刻按皇后说的给朕当场试验。啊，这是吗？这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假的，这些都是假的，一定是你们暗中串通好了，故意做局来陷害本公主。事到如今，证据摆在眼前，你还要嘴硬吗？你宫里伺候的侍女早已在刑部通通交代了，当初正是你暗中授意，让兰香那个恶奴往宫井里投入了大量的符矾，为的就是防着本宫滴血验亲这一手。胡说，这都是胡说！兰香那个恶奴早就已经被父皇下令乱棒打死了。
如今死无对证，你们随便找个宫女太监出来做伪证，当然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以为兰香在御书房外替你独自顶了血罪，你这个贼子做过的所有龌龊事就能被一并埋进土里，再也无人知晓了吗？本宫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没那么容易。你根本就不是本宫的女儿，你真正的亲生母亲就是那个被乱棒打死的恶奴兰香。不是的，你在胡说八道！我是父皇亲封的长公主，是母后怀胎10月生下的亲生女儿。兰香不过是个卑贱下流的奴才，她算个什么东西？她怎么可能是我的母亲？没有十足的证据，本宫又岂会在这大殿之上当着百官的面轻易开口？把东西呈上来。这里面有当日受兰香指使在凤仪宫往茶壶中下毒的厨娘亲笔证词，更有当年京城最大的人牙子陈拐子的亲笔供状，上面写的明明白白，18年前正是兰香将一个锁骨上生有红莲胎记的女婴亲手交到了他的手里。陛下饶命，娘娘饶命啊！草民所言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甘愿遭受五雷轰顶、万刀剐身之刑啊！这不过是你们找来的替死鬼，你们……启禀皇后娘娘，这是弟兄们搜查兰香住处时从她床榻夹缝里搜出来的密信。这上面的字迹你应该很熟悉吧？念：瑶瑶无耳，这些年来，娘与你朝夕相伴，看着你从襁褓中的婴孩长成如今尊贵的长公主，你每次唤我奶娘，娘心中既欢喜又难过。整整18年，娘从未听见你开口叫过我一声娘。娘知道，你如今身份尊贵，是金枝玉叶，不该再与娘这样的罪奴扯上干系。可你放心，你永远都是娘唯一的女儿。如今皇后娘娘似乎已经觉察到当年之事，那个带莲花胎记的孩子也重新回到了宫中。娘就算拼掉这条性命，也会替你除掉他，将这个秘密永远瞒下去。只愿吾儿此生富贵安稳，平安无忧。天哪！一个卑贱的奴婢之女，竟然冒充皇家血妹，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也是瞬间退的。假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兰香一介低贱的罪奴，怎么可能跟本公主沾上半分关系？她不配，她根本不配做本公主的娘。本公主是什么身份，她又是什么身份？一个低贱的罪奴，也敢自称是本公主的娘？活着的时候手脚不干净，不安分守己，死了竟然还要留下这种恶毒的东西来污蔑本公主，简直是其心可诛！那可是生他的亲娘啊，枉为人子啊！为了荣华富贵，连亲娘都肆意咒骂，真是不忠不孝的毒妇！住口！世上任何人都可以指责他、唾弃他，唯独你没有资格。他为了你，不惜冒着抄家灭族的危险，换来你的荣华富贵。在御书房前，他宁愿被乱棍活活打死，也替你顶下死罪。他到死都还在为你这不孝女筹谋，盼你此生富贵安稳。而你呢？你为了保住公主之位，你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她，甚至连她死了，你还要往她身上泼脏水。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她都是这天底下唯一生下你、肯为你豁出命的人。不是这样的，我不是那个卑贱奴婢的女儿。本公主生来高贵，我是长公主，我一辈子都是尊贵无比的长公主。所以，哀家宠了整整18年，捧在手心里疼了18年的皇孙女，到头来竟然是个卑贱恶奴生下的冒牌货。皇后，那真正的公主呢？哀家真正的亲孙女，如今究竟在何处？别怕，有娘在，咱们回家了。母后，这个孩子就是18年前被恶奴兰香在产房内恶意调换的真公主，她才是您和陛下货真价实的亲孙女，是大夏唯一的嫡长公主。莲花胎记，哀家记得清清楚楚。皇后生产那日，曾派人来报，说小公主锁骨上天生生有红莲，是大吉大福的祥瑞之兆。皇后，这就是当年那个孩子，
你当真是哀家的小孙女吗？传太医，立刻取全新的瓷碗和清水上来，朕要当众滴血验亲，正本痛源。换水，朕亲自再验。恭喜陛下，恭喜皇后娘娘，2碗血水尽数相融。阿提姑娘就是真正的长公主殿下，是大夏货真价实、血脉纯正的皇家嫡脉。我可怜的孩子啊，整整18年，你在外面到底受了多少苦啊？都是哀家不好，没能护得住你。恭迎长公主殿下回宫。兰香这个胆大包天、猪狗无如的恶奴，他竟敢恶意调换皇室血脉，对朕的亲生骨肉痛下杀手，犯下这等凌迟处死的挑天大罪。即便是已经将他乱蹦杖毙，也难消朕心头1/1000的滔天之恨。来人，把这个冒牌货给朕拖下去！放开我！你们放开本公主！父皇，儿臣是瑶瑶啊，我是您的女儿，我是您疼了18年的女儿啊！闭嘴！别用你那张肮脏的嘴叫朕父皇，你不配！这些年来，朕将你视为掌上明珠，捧在手心里百般宠爱，让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你呢？你仗着这虚假的公主身份，在深宫里飞扬跋扈，草菅人命，甚至3番5次不择手段，妄图谋害朕真正的亲生女儿。带下去！朕再也不想看到这张肮脏的脸。你不能这么狠心啊！母后，你不能这么狠心啊！儿臣知错了，求您看在咱们相伴了整整18年，看在这么多年的母女情分上，替我向父皇求求情吧。母女情分？你派暗卫在京郊山道设伏，狠心围杀本宫的时候，怎么不顾念一点母女情分？你为了守住虚假身份，在本宫茶水中下毒，在天牢重金买凶，百般构陷，不择手段，想要将本宫的亲生女儿置于死地的时候，你又何曾顾念过半后母女情分？别叫我母后，我嫌脏！从今往后，你我之间再无半分情分。带走！传陛下口谕，废去梦瑶公主封号，贬为庶人，终身幽禁冷宫。放我出去！我是长公主，别用这些脏东西碰我！启禀娘娘，长公主殿下的伤势在精心调养下已经渐渐恢复。更喜的是，殿下原本被毒药毁坏的嗓子，在药浴调理下，如今竟有了痊愈苏醒的迹象。好，当真是上天怜悯。嬷嬷，送太医出去，重重有赏。老奴领旨，太医请。娘。本宫是不是听错了？难道是日有所思，竟生了幻觉吗？娘在呢，娘在呢！我的乖女儿，这一生娘等了整整18年啊！母后，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好，再也不分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之嫡女阿弟流落民间18载，历经磨难，温良敦厚，今皇家血脉归位，特昭告天下，恢复其嫡长公主身份。朕深感明珠失而复得，特赐封号还珠。钦此。迎还珠公主殿下。还君明珠，失而复得，朕的嫡长公主终于回来了。娘娘，您都多少年没亲自下过厨了？今日长公主殿下窃封大喜，您不让御膳房准备盛宴，倒自己在这儿忙活起来了。那些山珍海味，阿弟在外面吃的还少吗？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口桂花糕。
我弄丢了他18年，如今只想亲手做一碟热腾腾的糕点，填补他这18年的空缺。娘，我真幸运，兜兜转转了整整18年，阿泰竟然还能平平安安的回到您的身边。傻孩子，幸运的人是娘，是娘没用，弄丢了这世上最珍贵的明珠。万幸老天爷开眼，又把你完好无损的还了回来。娘，等开春以后，天气暖和了，我们一起去看江南的山水，好不好？好，你想去哪里，娘都陪着你。